玉秀这个骚狐狸。施桂芳想哭，却不想在女儿大喜的日子里哭哭啼啼的。施桂芳的酸楚不光是这里，还有更深的一层。玉米前几天才把出嫁的消息告诉母亲的，这就是说，关于出嫁，玉米瞒住了所有的人，甚至她的母亲。施桂芳一直以为玉米和飞行员彭国良的恋爱还在谈着。几个月之前，彭国良还从部队上回来相过一次亲，两个人好的要了命，整天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头，一步都不曾离开。现在看起来，那只不过是玉米的一场梦。那一天晚上，玉米突然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要结婚了。”施桂芳愣了一下，有了很不好的预感，脱口就问：“和谁？”玉米说：“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郭家兴。”原来是做补房了。施桂芳吃惊不小，想问个究竟，但是不能问，也不敢再问了。玉米的脸色已经在那儿了。但是施桂芳终究是做母亲的，哪里能不知道女儿的心？玉米的心里栽的是什么果，开的是什么花，施桂芳知道。要不是王连芳双开除，家里发生了这样大的变故，玉米和飞行员的恋爱肯定还在谈着。就算飞行员的那一头吹了灯，凭玉米的模样，哪里要走这一步？玉米一定会利用嫁人的机会，把家里的脸面争回来的。施桂芳突然就是一阵揪心，捏起一张草纸捂在了鼻子上。做儿女的太懂事了，反而会成为母亲别样的疼。没有到石码头送玉米的还有三女儿玉秀。玉米走上小快艇之前，特地在人群里张罗了两眼，没有找到玉秀。玉米心里头有数，在这种人多嘴杂的地方，玉秀不会来了。要是细说起来，玉米最放心不下的就属老三玉秀了。玉米和玉秀一直不对，用母亲施桂芳的话说，是前世的冤家。玉米不喜欢玉秀，玉秀不喜欢玉米，姊妹两个一直绷着力气，暗地里较足了劲。因为长时间的敌视，七姐妹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大阵营，一方是玉米，领导着玉穗、玉英、玉叶、玉苗、玉秧；另一方则势单力薄，只有玉秀这么一个光杆司令。玉米是老大，长女为母，自然要当家做主，她说什么，姊妹们只能听什么。玉秀偏不，玉秀不买玉米的账。玉秀胆敢这样，有她的本钱。玉秀漂亮，玉秀有一双漂亮的眼睛，一只漂亮的鼻子，两片漂亮的嘴唇，一嘴漂亮的牙。作为一个姑娘家，玉秀什么都不缺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所以娇气得很，傲气得很。玉秀不只是漂亮，还一天到晚在漂亮上头动心思，满脑子花花朵朵的。就说头发吧，玉秀也是两条辫子，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。可是玉秀有玉秀的别翘，动不动就在鬓角那儿分出来一缕，缠在指头上，手一放，那一缕头发已经像刮疼了，一圈一圈的绕在耳边。虽说只是小小的一翘，却特别的招眼，特别的出格，骚得很，有了电影上军统女特务的意思了。玉秀成天做张做势的，瞧模瞧样的，态度上便有了几分的浮浪。总的来说，王家庄的人们对王支书的几个女儿有一个基本的看法：玉米懂事，是老大的样子；玉穗憨，玉英乖，玉叶犟，玉苗嘎，玉秧甜。而玉秀呢，毫无疑问是一个狐狸精。狐狸精自然是和其他的姊妹弄不到一起去的。玉秀敢和所有的姊妹作对，当然不只是漂亮，还有一个最要紧的本钱，玉秀有靠山。父亲王连芳就是她的靠山。
王莲芳只喜欢儿子，不喜欢女儿，然而却喜欢玉秀，关键是玉秀招人喜欢，所以做支书的老子总是偏着他。有这样一个老子护着，就算玉秀是军统的女特务，你也不能把她拉出去毙了。人们常说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说的是做父母的不偏不倚。这句话其实是一句瞎话，你要是不信，你伸出自己的手看看，手心是肉，手背却不是，手背只是骨头，或者说是皮包骨头。玉秀才是王莲芳手掌心里的肉，仗着自己的模样又会做态，越发有恃无恐了。欺负了小的，还要再欺负大的，欺负完了则要歪到父亲的胸前，把自己弄得很委屈的样子，很孤立的样子，娇滴滴的，很可怜了，同时也就很可爱了。玉秀恶人先告状，每次都有理，姊妹们最咽不下去的其实正是这个地方。这一来，姊妹几个反而齐心了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玉米这个核心的周围，一心对付这个骚狐狸。不过玉米到底是做老大的，并不莽撞，在对待玉秀的问题上还是多了一分策略，需要一致对外了。玉米当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对玉秀是笼络的，争取的。外面的事情一旦摆平了，关起门来了，那还是要一分为二，该打击的则坚决打击。不管是拉拢还是打击，一正一反，其实都树立了玉米家长的身份，这也正是玉米所盼望的。所以说起来是两大阵营，骨子里却不是，只是玉米和玉秀的双双作对。在这一点上，玉秀其实是瞧不起玉米的。玉米最擅长的也只是发动群众罢了，要是单挑，玉米不一定是对手。玉米有一群狗腿子，玉秀当然是寡不敌众了。好在玉秀在这个方面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，一心一意的要做他的狐狸精。不仅如此，玉秀还想当美女蛇呢。美女蛇多迷人呐！你想一想看，脖子一歪一歪的，蛇信子一吐一吐的，走到哪里，腰肢就不声不响的扭到哪里。美女蛇的腰肢只是扭到了1971年的春天。春天的那个寒夜一过，玉秀自己都知道，她这条美女蛇其实什么都不是了。